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们即将踏上一段奇妙的心灵之旅，去探索一部被誉为现代主义文学经典之作的宝藏——都柏林人。这部作品的作者是詹姆斯·乔伊斯，一位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文学巨匠。乔伊斯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以非凡的洞察力和独特的文学风格，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个鲜活而又深刻的人物形象，展现了都柏林这座城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们内心的挣扎与渴望。都柏林人这本书就像是一幅细腻的画卷，又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人类共有的情感、困境和追求。或许你会问，这样一部看似古老的作品，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对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价值呢？让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有一位年轻的作家，在创作的道路上陷入了迷茫，他对自己的写作风格和方向感到困惑不已。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都柏林人。在阅读的过程中，他仿佛被一道光照亮了前行的道路。书中那些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对生活细腻的描写，让他找到了创作的灵感源泉。他开始尝试运用乔伊斯式的写作手法，深入挖掘人物内心的世界，最终创作出了一部备受赞誉的作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都柏林人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它更是一把开启我们内心智慧和创作潜能的钥匙。它能够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看待生活，去理解人性，从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个人成长、情感交流，还是面对困境时，都能找到新的方向和力量。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深入都柏林人的世界，去领略其中的魅力与智慧。一都柏林，灵魂的舞台。都柏林人以都柏林这座城市为背景，将这座城市描绘成了人类灵魂的舞台。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并非只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城市，它更是一种象征，象征着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困境。都柏林在乔伊斯的描绘中，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古老的建筑、传统的习俗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找到踪迹。另一方面，它又深陷于英国殖民统治的阴影之下，经济萧条，社会阶层分化严重，人们在精神上普遍感到压抑和迷茫。书中对都柏林的描写，就像是一幅色彩斑斓却又带着些许灰暗的油画。例如，在阿拉比这篇故事中，主人公眼中的都柏林街道是黑暗的、泥泞的，而那座他心心念念的阿拉比市场，在到达之后却发现不过是个破烂的集市，摊贩们无精打采地叫卖着。这种描写不仅仅是对城市外在环境的刻画，更深入地反映了主人公内心的失落与幻灭。从理论原理上来说，乔伊斯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将都柏林作为整个爱尔兰民族乃至人类精神困境的象征。这种手法使得作品具有了更深层次的内涵和更广泛的解读空间。它让我们看到，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是如何被塑造和影响的。在应用方面，当我们阅读都柏林人时，我们可以尝试将自己置身于都柏林这座城市之中，去感受那种氛围。我们可以思考，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否也有类似的都柏林呢？也许是一个让我们感到压抑的工作环境，或者是一个让我们陷入迷茫的人际关系。通过这种思考，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环境对我们自身的影响。2. 平凡人物，人性的万花筒。都柏林人中的人物大多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职业和生活背景。然而，正是这些平凡的人物，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人性万花筒。乔伊斯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这些人物的性格、情感和内心世界。在伊芙琳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女孩在面对爱情与责任、逃离与坚守之间的挣扎。她渴望摆脱家庭的重负，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但内心深处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未知的恐惧又让她犹豫不决。在故事的最后，她站在码头，望着远方的船只，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痛苦。从理论角度来看，乔伊斯在这里运用了心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他深入挖掘人物内心的潜意识、情感冲突和心理变化。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这种手法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真实，仿佛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某个人，或者就是我们自己。在应用上，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物身上学习到如何更好地理解他人。当我们面对身边的人时，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他们的表面行为，更要尝试去理解他们内心的情感和动机。比如，在与家人、朋友发生冲突时，我们可以回想伊芙琳中主人公的内心挣扎，从而更加包容和理解对方的立场。此外，这些平凡人物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真实面貌。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境、挫折和挑战，以及他们在面对这些困难时所做出的选择，都与我们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通过阅读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获得一种情感上的共鸣，也可以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去更好地面对自己生活中的问题。3. 孤独与疏离，现代人的通病。在都柏林人中，
孤独与疏离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乔伊斯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的这种情感状态。书中的人物往往都生活在一种孤独的境地之中，他们与周围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疏离感。在死者中，盖布里埃尔在参加完圣诞聚会后，独自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雪景，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感到自己与妻子、与周围的朋友，甚至是与整个世界都隔着一层无法逾越的屏障。这种孤独感并非是简单的寂寞，而是一种对自身存在意义的困惑和对人与人之间真正联系的渴望。从理论层面分析，乔伊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社会经历巨大变革的时代。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使得传统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逐渐失去了对精神家园的坚守，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孤独感的加剧。在应用方面，我们可以反思自身的生活。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虽然我们看似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了，但真正的情感交流却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是否也像都柏林人中的人物一样，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到孤独和迷茫呢？当我们意识到这种孤独感的存在时，我们可以尝试主动的去与他人建立更深入的联系，去寻找那些真正能让我们感到温暖和归属的情感纽带。4. 梦想与现实的冲突。梦想与现实的冲突是都柏林人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乔伊斯笔下的人物大多都有着各自的梦想，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总是无情地将其打破。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主人公斯蒂芬的迪达雷斯怀揣着成为艺术家的梦想，但他却生活在一个充满束缚和压抑的环境中。家庭的压力、宗教的教条、社会的期望都像一道道枷锁，阻碍着他追求梦想的道路。他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苦苦挣扎，不断地寻找着突破的方向。从理论原理来讲，乔伊斯通过展现这种冲突，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梦想代表着人类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现实则是各种社会力量和客观条件的综合体现。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推动人类进步和自我成长的重要动力。在应用上，我们可以从斯蒂芬·迪达雷斯的故事中汲取勇气和力量。当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我们可以回想他的经历，坚定自己的信念。同时，我们也可以思考如何更好地平衡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在不违背自己内心原则的前提下，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5. 救赎与希望，黑暗中的曙光。尽管都柏林人中充满了对人性困境和社会问题的深刻揭示，但乔伊斯并没有让我们陷入绝望之中。在一些故事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救赎与希望的曙光。在圣恩中，主人公科尔利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和磨难之后，最终在宗教信仰的引导下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与救赎。他从一个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青年，逐渐转变成了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人。从理论角度来看，乔伊斯在这里探讨了宗教信仰在人类精神救赎中的作用。宗教信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寄托和道德指引，帮助人们在困境中找到方向和力量。在应用方面，我们可以从科尔利的故事中看到，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困境，只要我们不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总能找到救赎与希望的道路。我们可以尝试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寄托，比如通过阅读、冥想、艺术创作等方式，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通过对都柏林人的深入解读，我们可以看到，这部作品就像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藏，蕴含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它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和一幅幅生动的社会画卷。都柏林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他对都柏林这座城市的描绘，更在于他对人类共有的情感、困境和追求的揭示。它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真实面貌。它教会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他人，如何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孤独与疏离中找到温暖和归属。我在这里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去阅读都柏林人吧，让它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让他的智慧融入到你的思想和行为之中。当你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当你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时，回想书中的故事和人物，相信你一定能从中找到力量和方向。记住，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都是行者，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或许会迷失，或许会受伤，但只要心中有光，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救赎与希望。愿都柏林人能成为你心中的那道光，照亮你前行的道路。